人助人，欲望最宜人。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假想妄想难抵挡梦想，思念一念之念，既不愧信念。炫目中心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，勇者们集结。烈火烫烧不尽谎言，难救赎非虚假，真相降临。看尽世界，所有我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记得，我们坚毅的脸，傲慢而志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有理驱散邪恶迷雾。我与凶险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然后一送检。好，物证牌摆好了，拍照带走。行了，对上了啊！这男的叫应有昌，女的叫张玉兰，拿个证袋去。这初步来看，应该是个他杀现场吧？不只是他杀，为什么？你看啊，这儿、这儿，还有这儿，死者的衣角，这都是起火点，而且结合燃烧和蔓延的痕迹来看，不排除有使用助燃剂的可能，所以这是一次人为纵火。那助燃剂是什么呀？具体的还要检测分析。说，你这边呢？有什么发现吗？男死者应有昌俯卧在地，四肢弯曲成斗拳状，双手都有捆绑过的痕迹，接触地面的位置没有烧伤。外眼角褶皱时无法判断是否是反射性紧闭，角膜和结膜囊内都没有烟灰。根据以上的情况可以判断，死者生前应该是被捆绑以后俯卧在地，但是无法判断是死前起火还是死后起火。生前捆绑还俯卧在地面，有外伤吗？他的额角有一处新鲜的、有生活反应的撞击伤，推测应该是起火以前刚刚撞上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男死者很有可能在生前先遭到了凶手的击打，然后才放的火？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尸检。女死者呢？女死者仰卧在地，烧伤的情况和男死者基本一致，但是她的胸口插入了一把宽约3厘米的刀，整个刀刃全部没入身体，窗口上有很明显的生活反应，可以确认是死前伤，大概率这就是她的死因。一把刀插入了胸口，然后死后焚尸，这么狠？
男死者勒痕非常的深，女死者又是整个刀刃全部没入身体，真的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仇能够下这么狠的手。而且这个屋子里面有多个起火点，一旦着火，人根本跑不出去。还多处起火，看来这很有可能是一起相当恶劣的杀人纵火案件。都抓紧啊！好。嗨，哎，把尸体运回去，我们马上准备尸检。行，我回尸检了。你先忙。陈队，张玉兰的儿子始终没有接电话。接着打，去附近问问有没有人知道地址的，尽快联系上家属。好，那我出去问一下。这次不拼玻璃，改拼门了。你小时候是不是特别喜欢玩拼图啊？这不为了工作吗？哎，咱们刑侦火调联合小组一家亲啊，这次我帮帮你。行，仔细点，别马马虎虎的啊。我跟你说，就喜欢你这种工作的。从上次你拼那个玻璃，我就看出你人特仔细，那家伙心灵手巧啊！你向回头。哟，工作时间干什么呢？好像你忘了，宣传处那边现在要主推你，让我拍点你平时的照片当素材。也是为了工作嘛。那行不行？帅，帅哈！哎，你这样来，你给我拍一张，到时候留给我宣传用，行不行？回头发给你。辛苦了啊！哎，说，不是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行吧，马上过去啊。不打扰了啊。那边叫人，你敲没有叫啊？不起来啊！师傅，干嘛？红姐，什么情况？你们去啊？叫了不起来啊？师傅，师傅，醒醒！睡这么死啊？实在不行，黄芪说的还有啥？收起。黄芪，翻完垫子底下。都翻过了，陈队。花坛里也找过了，没有。这真没想到，想到你就是队长了。师傅，来，醒醒，起来。就这么多呀？啊，都在这儿呢。你们想看哪个摄像头的监控？我去给你们调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来吧。黄芪，入口那个。啊，哎，行，那你们自便。来放。快进。来，再快进。这个人，放大点看看。什么也看不清啊，怎么这么模糊？来，倒回去，倒到10.45。快进。后面就是救火的过程了。查查这个人。这样啊，你俩把这袋子拷备份回去处理一下啊。好。
的拍卖前天就被搞掉了，左边是男厕，右边是女厕。老师，走左边。吕参谋，勘察完了？那个，你监控也看完了？看完了，但监控有点模糊，得让技术部处理一下。啊，怎么不进去啊？是没挑着喜欢的呀，还得需要有人陪啊？上完了。开个玩笑啊，分不清左右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。下次再分不清的时候啊，你呢摸摸这就是左啊。干啥的呀？我说一下2名死者的身份：张玉兰、应有昌。经调查，俩人并非夫妻关系，但是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一起。我先说应有昌，他是退休之后才回到这个村子的，目前没有任何亲人在世，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。应有昌在退休前是在建筑工地上班，受伤之后一直靠轮椅行动，近2年没有任何工作。另一名死者张玉兰早年丧夫。儿子郝成才在一家外企做销售总监，妻子王莹莹是办公室文员，孙子郝天佑正在上小学。从邻居的证词来看，张玉兰大部分时间都在郝成才家照顾孙子，而郝成才一家3口很少回老房子。张玉兰这个人为人和善，从来不会和别人起什么冲突。从社会关系上来看，2名死者都没有得罪过什么人。目前最有用的线索就是监控。咱们这边恢复怎么样了？陈队，做这个的小赵出差了，其他人倒是顶上了，但是速度会慢一点。哎，沈队，哎，许参谋，昨天在村委会不是拿到一监控吗？是不是你们毛毛在处理啊？是啊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们的技术人员出差了，咱们刑侦火调联合小组一家亲，你那边处理完了能发我一份吗？行，没问题。看我啊！哎，你那边有什么新进展吗？助燃器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是现场的白抢，所以不排除是临时起意的激情纵火。临时起意的激情纵火，许参谋效率确实高啊，确实一家亲了。哎，那行，行，挂了。打扰了啊。监控处理好，给沈队发过去。没问题。目前的线索就这些，我说一下任务啊，就2名死者的基本情况，再进行仔细调查。散会。说，沈队，有个自称张玉兰几十年老姐妹的阿姨，非要进去见你。让我进去，我要找你们领导。我就想看看我的老姐妹，我几十年的老姐妹。我听见了，带她来会议室。不是我这玉兰姐就是你不了解情况，阿姨您先别着急，我们沈队待会儿跟您讲。不是谁跟我讲？沈队，我林金香带来了。阿姨，先去会议室。好，给阿姨倒杯水，我马上过去。走，阿姨走，我们先去会议室。他这辈子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他这辈子。沈队，张玉兰的儿子和儿媳已经到了，确实。你去吧，人事下例行询问。让你来，阿姨您先坐。让你受累，姑娘，没事，阿姨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哦，来，阿姨您坐。
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啊？啊？这什么？怎么称呼您？啊，我叫林静香，林，树林的那个林。您不知道我是谁呀？这十里八乡您没打听过我是谁呀？您不知道我跟玉兰姐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俩快40年了。我玉兰姐这命可真是不好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跟玉兰姐，我们从小我们住的也近，我们俩一块儿上学，一块儿放学，一块儿做作业。后来她先嫁了人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我后嫁的人，我嫁人那会儿，她给我包了一个红包。我玉兰姐就为了这红包，1个月都省吃俭用，后来就啃那个窝窝头，1个月啃那个。你吃过窝窝头吗？哎呦，我没吃过窝窝头。来，杯水，您喝水。哎，喝水。张玉兰平时都做些什么呀？她跟外界接触的多吗？哎呀，我这姐姐，她那会儿她老说她腰疼，我就给她买膏药，我就上他们家，我给她贴膏药，然后帮她做家务活儿。后来她不找我了，我就知道她不找我了，她后来有个后老伴儿叫老应，应有昌。你知道啊？老应那人可真是好人，对我这姐姐也真是特别好，就这个也没招来不少的个闲言碎语呀。哎，阿姨，您刚才说的那个闲言碎语是谁说的呀？那这还能有谁呀？你说这有些话我能跟你学，有些话我说不出来。他俩人在一起，他就是因为什么呀？他就没有那个红本本，就招来这么多的闲话。你说这人呐，哎呀，您说这些我们都知道。关于张玉兰，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？玉兰姐人都没了，你看你人没了，你还要让人家问东问西的，我想想我心里都难受。阿姨，您也别太难受了，我们特别理解你失去好朋友的心情。您喝水。沈队，到饭点了，要不带一口？阿姨，这到饭点了，你想吃点什么吗？我去给你打点。到饭点了啊！我不添麻烦，我不要添麻烦，我不添麻烦。你们也怪辛苦的，你们这平时工作，你们外边跑的多呀，还是在办公室坐的时候多呀？都多，多也得到点就得吃饭。是，你这吃好了饭才能好好的工作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跟你一样，我跟你说，这吃饭没点儿，上一顿的下一顿的，就落下这身体就不舒服。我到现在。我到点儿我不吃饭我就低血糖，这会儿我跟你说话我都有点头晕。哟，那您想吃点什么？您跟我说，我去给您准备。反正我这人我不挑食，其实我到点儿我有碗泡面我都高兴。行，我去给您泡面。按照规定，麻烦配合戴一下口罩。来。书记。这2位是张玉兰的儿子和儿媳。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，一会儿不能上前。冷静冷静。都受到谁啊？怎么笑？哎，我说小伙子，我跟你说这些东西有用吗？有用，您说这些对我们办案特别有帮助。哎呦，
那就好。这面也吃完了，人也舒服多了。这让我想起我跟玉兰姐，我们那会儿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就爱吃泡面，我们俩都爱吃泡面，就是有点可惜，它这个碗实在是太小了，吃不饱。哎呀，您是不是没吃饱啊？那这样，来，您先把我这碗吃了啊。这我碗里面吃合适吗？没事，你吃吧。兄弟，对，说，郝成才和王毅已经认过尸体了，现在准备询问。你看你这边，我这边还没完事儿呢，先去。郝成才来了。哦，来了，例行询问呢。就这小子，我跟你说，我这玉兰姐呀，就他这儿子。哎，阿姨，他儿子怎么了？他这儿子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跟你说，他儿子跟我儿子，其实他们俩呀一块儿长大的。哎呀，那会儿啊，就说他儿子这么个聪明吧，那么个有出息吧。哼，这些年下来，我没看他有什么出息。我看这长大了以后，我看也不怎么样啊，不就外边打个工啊？就上回，哎，玉兰还跟我说呢，说我儿子是领导啊，那个西装都是特殊定制的，你再定制，你那也是西装啊。要我说他这儿子败家，非给自己花钱买那么一个胸针啊，是啊，晃了晃荡的花那么多钱。因为我跟我儿子就实惠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觉得他这儿子败家。你看看，你看，就没有我儿子实在。我儿子那在居委会工作，他也为100号人服务呢。每到过年过节，我儿子一准儿给我拿鸡蛋、拿面啊，拿牛奶，这多实惠啊！说一下你们的基本情况吧。我叫郝成才，现在在一家外企做销售总监。我承认我平时对家里，尤其对我妈，关心的少了点儿。但是因为我工作太忙了，手底下有一个几十个人的小团队，可是我也不止一次的跟我妈提起过，我说让她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家里这么大也不是没有地方，可是他就是不同意。他说他在老房子那儿住习惯了，搬走了怕不适应。你说他要听我的话，事也不会像现在这样。还有他那儿媳妇儿啊，追求那富贵生活，说每天都要喝这个燕窝，还得喝2瓶。我看你再喝，你也没给我玉兰姐喝呀。再说了，那燕窝能当饭吃吗？那燕窝要我说还没这泡面实惠呢。我要吃了，你吃什么呀？啊，没事，我再给自己泡一碗。你得吃饭呢，小伙子。那你们平常的家庭内部关系怎么样？我是我妈从小一手拉扯大的，所以我跟我妈的感情特别好。包括我儿子天佑最喜欢的人也是奶奶。我跟妈关系也不错，平时都在一起生活。那应有昌呢？我没怎么见过他。我平时很少回老房子那边，所以我跟他不熟。那你妈平常有没有什么仇家，或者说在外面有没有跟人发生过争执？没有，这个绝对没有。我妈平时跟谁都和和气气的，对人都很和善，这周围的邻居全都知道，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。昨天晚上你在干嘛？有没有和你的母亲联系过？知不知道家里发生过什么？阿姨，昨天晚上在现场怎么没看见您啊？我睡觉了。哟，昨天晚上有消防有警笛的，您这睡眠质量可够好的呀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这个人呢，
我只要上床，脑袋一沾那个枕头，用不了3分钟，我就黄河那边，我是一觉天亮。真好。我是今天早上听我老伴跟我儿子说出事儿了，说，哎，我儿子今天不是配合你们调查了吗？哦，昨天在居委会那是您儿子呀？帅不帅？那个头跟你一样高。10点到10点半，监控修复内容，请查收。阿姨，你那照片我得再看看。阿姨，你先吃着啊。沈队，德贵，我出彩的，走了，走，跟我去蓝的。怎么了，沈队？昨晚10点去死者家人就是郝成才，他交代过了。你看，其实昨天晚上我去找过我妈一趟，大概10点钟吧。去干什么呢？不干什么，就是很久没见她了，我去看看她。但是中间发生了一点矛盾，我跟我妈吵了一架，所以我没待多久，大概10点半吧，我就走了。我说小伙子，我玉兰姐不是火给烧死了，是不是让人给害死了？阿姨，案件细节我们不方便透露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视频发了吗？发了，修复完就发过去了。我看，怎么只有10点到10点半呢？啊，在现场的时候，李当归说这半个小时重点内容，多修复一点，以后用得上。行，那我这就去修复。我想你赶紧去吃饭吧，这个点儿食堂都快没东西了，这也太费钱了10了。哦，那个宣传那边说要给你拍一些照片，主推你。哎，奶奶又闹着要见你，谁说都不听。你现在能赶过来吗？啊，好，马上去。奶奶，你看这个叶子大，这个大。哎，荷西呢？哟，他每天不会这么晚放学呀？哎呦，是不是迷路了？不行，我得接他去。奶奶，我得把奶奶，荷西他不会迷路，他马上就回来了。那可不行，我家荷西可乖了。哎，他不会这么晚回来，我去找他去。我找他去，我找他去。他可算来了。哎呀，我来吧，你去休息啊。好，荷西呀，奶奶啊，哎，快坐下。等着急了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刚放学。我奶奶可担心了。是吧？哎，我锅里还给你烧着虾呢，你最爱吃的。是啊，咱等会儿吃啊。我给你包个橘子啊。都干什么了？今天捡树叶了？捡这么多呀？哎，这大，那自己拿着，慢点吃啊。好凉，凉捂一捂，捂一捂，我手热。哎，偶像，刚才我就想跟你说，宣传那边在催了，让你赶快找2个照片，所有的我都发给你了。啊，随便哪个都行。
好像，这得经过你本人同意，你花2秒钟时间呗。啊，行，知道了啊。啊，自己悟啊。我办个事儿。照片儿，荷西，哎呀，荷西呀，你什么时候来看奶奶呀？这个是我，这个不是，看错了。哎，小恒啊，那个荷西什么时候来看奶奶呀？荷西什么时候来看奶奶呀？哎呀，真好，荷西好，今天我们班上找来了一位新同学，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荷西。哪个荷西啊？是金系荷西的荷西吗？对。老师，咱班上怎么莫名一大股鱼腥味啊？臭死了！安静，哪位同学想要和荷西一块儿坐？老师，我可以和荷西一块儿坐。不用了，老师，我去最后一排那个空位就行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荷西啊，放学了，奶奶给你做虾去啊。哎呦，给我孙子吃虾，等着啊，一会儿吃虾。好。大夫，请问卖鱼的怎么走？前面左转。谢谢大夫。这边是左边。哎呦，原来是个小卖鱼的呀！你要买鱼吗？对啊，我就是来买鱼的。你干什么呢，李少天？别欺负荷西！许航，不是，你有病吧，许航？你别冲动。这种鱼都拿出来卖啊？全都是这种要死不活的！你的钱你干嘛呢？快把别人给放回去！我偏不。凭什么听你的呀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，徐恒？你们别在这闹！叫徐恒去！叫徐恒去！闭上！别叫徐恒去！你别打了！你向前！给我看！你向前！别打了！哎呀，我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好了，别打了！走走走，赶紧回家！干什么呢？整天给我惹事！奶奶呢？他在家里等我。你怎么跟那家伙一样冲动？我这是为了保护你。哎，用不着。鱼怎么卖啊？这一条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它乖得很，不咬人。走。算了，我不买了，不买。不好意思啊，小朋友。你没事吧，何西？谢了。你还是赶紧回家吧。往前走，第一个路口右转，走到底就是大门口。许航，这是左边。
沈队，视频我又多修复了半小时，发你邮箱了。辛苦了，毛毛。邓贵，孙队，去把郝生才叫来聊聊。是。陈警官，你今天又把我叫回来，是什么意思？说说昨天晚上的行动轨迹。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一遍了，怎么还要说？我们需要再了解一下情况。好。昨天晚上大概10点左右吧，我到了我妈家，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，我跟我妈吵了一架，然后没待多久我就走了。走的时候几点了？走的时候大概10点半吧。回去的路上我心里头烦，我就想抽烟，但当时街上的所有的商铺基本都关了，我找了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。你到便利店的时候大概几点？还记得吗？那会儿大概11点10分多一点吧。你要不信的话，可以去便利店调监控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平时抽烟抽得多吗？不许，我只有在心烦的时候才抽，所以平时身上不备，想抽的时候再买。来，这样啊，你把你昨天晚上的行动轨迹倒叙一遍，反着说。为什么？我说了啊，我们想再了解一下情况，配合一下。好。我想抽烟，然后去便利店买烟，然后当时已经很晚了。在之前呢？在之前我在车里啊，开车，然后回到我妈家，然后看到什么了？没什么。我问你看到什么了？没看到什么。口误，我口误。是看见什么了吧？便利店到你家大概多远啊？几公里吧，大概在我家和我妈家中间的一个位置。张玉兰家到你家车程是半个小时，你说便利店在中间，也就是说从张玉兰家出来到便利店应该是15分钟的路程。你10点半从张玉兰家出来的，你11点10多分才到的便利店，本来15分钟的路程，你走了40多分钟，这半个小时你干嘛去了？想不起来了？来，给你看看东西啊。好好看看。
一看到你妈家着火了，你以为你躲在人群里面我就看不见你啊？之前为什么撒谎啊？对，我是回去了。找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。北也好，冬也罢，我都不曾哭过。谁的故事里没有经历过风波？看候鸟飞过，你会想起我。夜里我才会跟自己这样说。当再见你时，你一定很快乐。人不应该因为痛苦而执着。如果记忆令人太难过，痛苦处诉说，就当我只是路过。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爱过。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。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。悔恨像焚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全部都记得。